感觉最近全球经济怪怪的，股市一泻千里，科技股也跟着栽跟头，就连咱们的房地产市场都开始风声鹤唳了。身边不少朋友还乐呵呵地问我，刚买了房投了股，是不是抄底的好时机啊？听到这话，我心里真是一阵发凉。做了10几年金融市场研究，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和实地考察，我敢跟你说，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大海啸正在悄悄逼近。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冰冷数据得出的结论。不信，咱先看几组数字，包你心惊肉跳。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房价涨了近90%，而从2021年到现在，房价又飙升了超过45%。与此同时，通胀率更是冲破了40年来的新高，达到了7%。全球债务总额呢，突破了300万亿美元，足足是全球 GDP 的3.5倍。这还没完，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市场上已经冒出了好几个清晰的预警信号。第一个，投机情绪简直爆表。前几天我去超市，连收银员都在聊怎么炒房，怎么倒卖二手房。这情景活脱脱就是1929年大萧条前的翻版，当时连擦鞋的都在讨论股票，市场可不就接着崩盘了吗？第二个，杠杆率玩命的往上窜，各种首付贷、消费贷，就像不要钱一样往楼市里猛灌。数据显示，一线城市首套房的平均杠杆率已经超过65%，二套房更是高达惊人的75%。你想想，一旦市场风向变了，这些背着高额贷款的人会是什么下场？第三个，市场已经陷入了非理性的狂热，房价只涨不跌这种鬼话传得人尽皆知。这种疯狂跟2008年次贷危机前简直一模一样。当所有人都觉得风险不存在的时候，那往往就是泡沫破裂的前夜。第四个，政策风向要变了，全球各大央行已经开始悄悄收紧银根，美联储更是要每月从市场抽走600亿美的流动性。这哪里是抽气，分明是给狂热的市场当头一棒。你可能要问了，为啥我敢说现在比2008年更危险？咱们得从泡沫的根儿上说起。货币政策，1971年那是个关键的转折点，全球货币体系彻底变了样，各国央行从此开始疯狂印钞。一看公开数据，1964年美国政府债务才3560亿美元，可到2024年11月，直接飙到了36万亿美元。这说明啥？说明过去几十年咱们看到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印钞或借债堆出来的，就像给经济猛打兴奋剂。当下是爽了，可这代价迟早要还。现在这场疯狂的印钞游戏快要玩不下去了，全球央行都在收紧口袋，市场的钱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打个比方，前几年市场就像个被使劲吹大的气球，现在央行要开始往外抽气了，你猜会发生什么？气球肯定要瘪下去。至于过程多激烈，那可真不好说。尤其要警惕的是，这一次的泡沫比2008年那次危险得多。第一，泡沫规模更大，全球债务总额已经刷新历史记录，是2008年的3倍还多。第二，杠杆更隐蔽，各种金融创新让杠杆变得花样百出，很多人压根儿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深陷其中了。第三，市场联动性更强，全球金融市场现在简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引发一连串的崩塌。接下来咱们聊聊商业地产，这个真是个致命的危机。过去大半年我跑遍了全国好几个城市的核心商圈，你猜我看到啥了？满眼都是空荡荡的写字楼和冷清的吓人的商业街。有人说这不过是暂时的，可我深入调查后发现，实际情况远比你想象的糟糕得多。就说写字楼吧，平均空置率已经超过30%，啥意思？一栋100层的楼有30层都是空的，这还是平均数。有些二线城市空置率甚至超过了一半，租金呢更是惨不忍睹，普遍比高峰期跌了40%以上。前段时间我跟一个商业地产基金经理聊天，他给我讲了个真事儿，他们投资了一栋一线城市核心商圈的写字楼，总投资20个亿，其中70%是银行贷款，按现在的利率，光是每年的利息支出就将近1个亿，可现在租金收入连利息都还不够，这简直就是个无底洞嘛。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商业地产市场这么惨？我琢磨了一下，发现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远程办公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上班模式。我调查过，超过60%的企业都在大幅削减办公面积。以前那些动辄租好几层的大公司，现在可能就留一层给核心团队用用。这种改变可不是短期的，而是不可逆的趋势。其次，高杠杆模式当初埋下的定时炸弹，现在开始倒计时了。市场好的时候，人人拼命加杠杆买商业地产，现在风向一变，这些高杠杆就成了勒在你脖子上的绞索，光是利息支出就让多少业主喘不过气来。最后一点，资产价值严重缩水，保守估计，核心商圈的写字楼价值已经跌了3到5成，可这可能还不是底。你想想，一旦有业主开始降价抛售，那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会引发一连串的崩盘。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些问题还在不断恶化。越来越多企业发现，远程办公不仅省钱，效率还是渐得降低，这意味着对办公空间的需求可能还会继续萎缩。一位地产圈的老江湖就跟我说，未来5年至少30%的写字楼得面临大改造或者彻底转型。
不光是写字楼，商场也同样在劫难逃。电商的冲击加上经济下行，实体零售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寒冬。前2天我特意去看了个开业才3年的购物中心，你猜怎么着？1楼的铺位空置率居然超过40%，更可怕的是，剩下的商家里面还有1/3都在亏本经营。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短期的阵痛，市场迟早会回暖。可我要告诉你，这次真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商业地产面对的是根子上的结构性改变，而不是简单的周期性调整。远程办公和电商的崛起，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商业地产的价值基础。一看美国的数据就知道了。CoSite Research 统计，截至2024年11月底，美国零售商已经宣布关店超过7100家，比去年同期暴涨了69%。今年已经有45家零售商申请破产保护，而去年全年才25家。这可不是个例，而是整个行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很多人问我，通货膨胀这么厉害，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买房不是最好的保值方式吗？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可我深入研究后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首先，咱们得搞清楚现在通胀的本质是啥。过去几年，我们经历了主要是资产通胀，就是股票、房产这些东西的价格疯涨。可现在呢，咱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通胀，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在全面上涨。这2种通胀有啥区别？资产通胀的时候，有钱人因为手里的资产升值变得更有钱，但商品通胀恰恰相反，所有人的购买力都在下降，尤其是那些背着高额负债的人，他们将面临双重打击。我给你算笔账，假设你首付200万，贷款800万买了一套1000万的房子，每月房贷大概4万，表面看压力不小，但勉强能扛。可如果通胀持续走高，会发生什么？第一，你的生活成本会暴涨，柴米油盐水电煤气物业费各项开销都会水涨船高，一年下来，光是这些额外支出可能就多出几万块。第二，为了压制通胀，央行必然会加息，这意味着你的房贷利率很可能跟着上调，哪怕只涨1个点，你每的房贷支出又要多出几千块。第三，通胀会无情地侵蚀人们的购买力和支付能力。如果你是为了出租而买房，你会发现租客的支付能力在下降，一想涨租金，又怕房子空着收不到钱。有人可能又要说了，那房子本身不也会随着通胀升值吗？这个想法听着合理，是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资产价格不光是通胀说了算，更重要的是市场的流动性。我最近研究美联储的获利政策数据，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为了对抗通胀，央行不光要加息，还要搞所谓的量化紧缩。说白了，就是要把市场上的钱收回来，每个月都要从市场上抽走几千亿的资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市场上的钱会越来越贵，越来越少，企业融资难，个人贷款也会受限。在这种环境下，资产价格不升反降的可能性简直太大了。接下来，咱就看看楼市崩塌的那些具体征兆吧。过去半年，我一直在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各项指标，通过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我发现楼市正在发出越来越多的危险信号，这些可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实实在在的市场数据。首先，成交量简直是断崖式下跌，一线城市的二手房成交量同比直接腰斩了将近1半。可有意思的是，挂牌量却在不断增加，这说明啥？说明越来越多业主想卖房，可买家呢，都在观望，市场的信心正在迅速瓦解。我记得上个月去一家中介门店调研，一位干了20年的老店长跟我感慨，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情况，以前一套好房子挂出来1周内肯定能卖掉，现在呢，挂了1个月都没人看。更让人心惊的是，溢价空间也越来越大。去年这个时候，好房子基本就是挂多少卖多少，可现在呢，开口就要砍个50万到100万，这已经很常见了。有些急着脱手的业主降价幅度甚至超过了15%。再看开发商那边，情况更是触目惊心，多家百强房企债务违约，在建项目频频停工，土地流拍成了普遍现象，新房价格也明显开始松动。前2天我特意去了一个知名开发商的售楼处，表面看一切正常，可跟销售人员深入一聊，发现情况并不乐观。首付比例在提高，贷款额度在收紧，成交周期也拉长了。最关键的是，很多潜在购房者的购买力正在下降，银行的态度也变了。以前各大银行抢着做房贷业务，现在呢，各种房贷款利率普遍上浮，2套房更是难踢，额度一天一个价，审批周期也越来越长。投资客的动向同样值得咱们关注。市场好的时候，他们抢着买房，可现在呢，开始悄悄出货了。为啥？因为他们发现租金收益率一直在走低。就拿北京来说，很多区域的房租年回报率已经跌破2%了，算上贷款成本和税费，基本上都是亏钱的。最让人担忧的是购房者信心的彻底崩塌，从首付贷的数据就能看出来。去年这个时候，各种首付贷还盲目涌入楼市，可现在这些资金呢，已经开始撤离了。为什么？因为风险实在是太大了。还有一个信号，可能很多人还没留意到，但这其实非常关键，外资正在悄悄撤离。我研究了最近的资金流向数据，发现一个惊人的趋势，
外国资本正在加速撤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几个月前，我跟一位在新加坡工作的地产基金经理深聊了几个小时，他透露了一个内幕：几乎所有主流的海外地产基金都在想方设法减持在中国的资产。为啥要走？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他们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前景越来越悲观，不光是因为现在的市场低迷，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种低迷可能会持续很久。一位资深基金经理就告诉我，这可不是周期性调整，而是结构性转变。第二，地缘政治风险不断攀升，这让很多海外机构不得不重新评估在中国的投资策略，有些基金甚至被强制要求减持中国资产。咱们再看一组数据，你就明白了。2023年11月，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先锋领航集团还有民调公司盖洛普都宣布关闭在中国的业务，撤离市场。一些高科技外企也在调整在华布局，比如2024年初，惠普公司计划把部分生产线搬到墨西哥和泰国，加大在越南和印度的投资。微软和 IBM 这些大公司也都有类似的调整计划。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市场将失去一个重要的买盘支撑。要知道，过去10年外资一直是中国优质房地产项目的重要金主，现在他们集体撤离，市场的供需平衡必然会受到巨大冲击。说了这么多市场风险，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慌了？以及记住一句话，市场永远是机会和风险并存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正确的策略。首先，如果你手里有多套房产，我的建议是趁现在市场还没完全凉透，该出手的赶紧出手。尤其是那些在高位接盘或者负债率特别高的房子，更要优先考虑卖掉。为啥这么说？因为市场下行时，高杠杆就是最危险的炸弹。我认识一个投资者，他用70%杠杆买了3套房，当时信心满满，觉得稳赚不赔。可现在房价跌了15%，他的资产净值已经缩水了1半多。更要命的是，每个月还得硬着头皮还高额房贷。其次，对于正准备买房的朋友，我的建议是，啧真了，很多人担心通货膨胀让钱不值钱，可你要知道，在市场大幅调整的时期，现金为王，与其在高位接盘当大冤种，不如耐心等待更好的机会。那到底该买还是该卖？这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不同的人情况不同，策略也得不同。今天我就根据不同人群的特点，给你一些具体建议。刚需购房者，如果你买房是为了结婚或者改善居住条件，其实不用太纠结市场涨跌，但现阶段我还是建议你能等就等等。道理很简单，市场正在进入调整期，你越往后等，可能获得的溢价空间就越大。如果实在等不及，那就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尽量提高首付比例，虽然现在利率不高，但未来很可能上调，首付比例越高，你的抗风险能力就越强。我建议最好能达到50%以上，这样月供压力能小很多。第二，选房要更注重性价比，现在很多人买房只看地段，其实不对，要综合考虑位置、户型、配套等多个因素，特别是未来的升值潜力，比如地铁规划、学区调整等等。3，警惕隐藏风险，比如开发商资质、物业口碑、税费计算，这些都要提前打听清楚。最近烂尾楼的案例可不少，很多都是前期考察不仔细造成的。投资者，对你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风险。首先降低杠杆率，如果你手里有多套房产，而且杠杆率还高，我建议你适当减持，特别是那些现金流为负的房子，更要优先处理。市场下行期高杠杆是最危险的。其次，优化持仓结构，别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除了房产，还可以配置一些其他保值资产，比如优质股票、贵金属等，分散投资才能降低风险。第三，保持充足的现金储备。市场调整期往往也是机会涌现的时候，手里有钱你才能抓住这些机会。我建议你至少预留相当于总资产20%的现金。已持有多套房产者，你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是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前段时间我就遇到一位投资者，他名下有5套房产，可每个月光还贷就要7万多，最近租金收入下降，他的现金流已经出问题了。所以这类投资者，我建议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梳理清楚每套房产的现金流情况，把那些收益率低、位置偏僻的房子适当减持，保留一些优质的核心资产。第二，适当降低总体负债率。如果月供压力太大，可以考虑卖掉1、2套房产用来还贷，这样能大幅减轻你的现金流压力。咱再展望一下房地产市场的未来10年吧。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是不是真的结束了？深入研究后，我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房地产市场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首先咱们得明白，过去20年那种疯狂的增长是绝不可能重现了。为啥这么说？因为支撑房地产暴涨的3大支柱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个，人口红利消失了。我特意研究了最新的人口数据，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峻。不光总人口开始下降，适龄购房的人群也在迅速减少，特别是90后、0后的年轻人，他们的购房意愿和购买力都远不如上一代。第二个，经济转型的影响。过去房地产一直是拉动 GDP 增长的重要引擎，可现在国家明确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重心逐渐转向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这意味着房地产再也难以像过去那样
被大力扶持了。第三个，居民负债率的问题。据我统计，目前中国家庭的平均负债率已经接近70%，其中大部分都是房贷，这个水平已经非常危险了，再想大规模加杠杆，几乎是不可能了。那么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会变成啥样？我认为会呈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区域分化会越来越明显，一线城市和那些强二线城市，因为有产业支撑，房价可能还会保持相对稳定。但三四线城市，特别是那些产业衰退、人口外流的地方，房价下跌很可能会成为常态。其次，住房将回归它的居住属性，投资投机的空间会越来越小，真正为了居住和改善生活的需求会成为市场主流，这意味着房价可能会回归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对房地产市场有了新的认识。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市场的观察者，最后我想给大家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记住，在任何市场环境下，最重要的都是量力而行，不要因为别人说房价要涨就头脑一热冲动买房，也不要因为我说市场要调整就急匆匆的抛售。投资最忌讳的就是随大流。其实房子的本质很简单，它首先是人来住的。如果你买房是为了解决居住需求，那就把居住舒适度放在第一位，位置、户型、环境配套，这些才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对于已经有房的朋友，现在最关键的是做好风险控制。具体来说有3点：第一，确保你的房贷在总收入中占比不超过42%；第二，留足至少6个月的应急资金；第三，千万不要盲目加杠杆购置更多房产。最后我想说，任何资产都有它的价格周期，房子也不例外。现在市场正在进入调整期，与其着急抄底，不如耐心等待，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